大美女。怎么自己在这干活呢？是啊，讨生活嘛，哪有钱赚我就干什么。哎，他干嘛去了？停车。嗨，他那破车，门不锁都没人偷。坐，随便找个地儿坐。哎，坐，挑干净点。没给你带酒啊，下次补上。呵，跟我客套。长话短说啊，上次你给我看那照片，就是严飞旭跟彭磊平见面的那个地方，我再给你确认一下。是西平岛。你要想知道是哪一家，我现在就给你问。别了，让你的兄弟们不要再找了，集中精力帮我盯着西平岛。那老头还是邝北平？如果他们出现，你也告诉我，关键是宗飞一定会在那里。好在那小子现在开不了口，警察也拿他没辙。但是再这么追查下去，难保不会出问题。你赶紧想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你不是什么法律行的大佬吗？你托关系找人呢？你的事儿我兜着了，我的事儿你不管了？我都给过你钱了，我给了你那么多钱。你想清楚，警察要再这么继续跑，等我出了事儿，我就只能拿你那点事儿去论功行赏了。喂，爸，哎，怎么了？啊，没事儿，有家公司那边的物流出点问题，能解决。那我去上班了。好，慢点啊。哎，哦，我这车这么停着没事吧？就你这破车，碰上谁车谁倒霉。你要是不放心，你就上车里等我，反正这戏我自己也能演。材料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有保全申请就可以了。那盖章呢？个人债务纠纷不用盖章。全世界就你最机灵。还有你。喂，毛毛，你不会又忘带听课证了吧？我现在在公安局，他们叫我来做个询问，有什么是我需要注意的呀？公安局？哪个公安局啊？这上面写着向阳刑侦支队。向阳支队？你惹什么事儿了？没有啊，说是昨天咱们走了之后，韩律师那儿可能出了什么事儿。哎，少廷，忙着呢吗？啊，我在外边呢。什么事？你还不知道吧？韩律师昨天晚上被向阳支队拘留了。出什么事了？毒品？你说在他的咖啡厅里卖毒品？把人给打了，因为什么事呢？不用注意什么，你实话实说就行。有什么情况你再给我打电话吧。那是正当防卫吗？不好说，反正人到现在还没出来。我能做点什么？也没什么，我就是告诉你一声，毕竟是所里的事儿。好的，多谢。那你忙吧。张正，喂，你脸上的伤怎么样了？嗨，咱兄弟之间没有隔夜的仇。啊，挂了。张正说韩律师被他们给拘了。那应该是一个事儿吧？昨天晚上我堂姐毛毛我们在那喝酒，我和堂姐先走的，然后毛毛紧接着就走了，应该是之后的事情。张正的意思呢，可能是正当防卫。韩律师不会平白无故的去打人的。那主任现在让你做什么？还是你自己准备做什么？以韩律师那个家境呢，就算要做什么也轮不上我呀。再说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打人的是他，关我屁事的。你那边呢？他明确告诉我是询问，不是讯问，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那咱们继续。
你是被乔律打残了，还是单纯的闲者时间？我在考虑我到底要不要退选。看来不是闲者时间。我先表个态啊，作为合伙人，我不同意。你就这么坚定地支持我？只有你当上了律协会长，这德智所才能我说了算。哎，你倒是敞着啊！不过说真的，就算我去参选，希望也不大。为什么？你怕邝北平了？还是因为咱们所接连被投诉？总不会是因为你和乔律真的撕破脸了吧？邝北平，那是历史遗留问题。乔少廷，是我的现世报。哎，这他妈还有一个飞来横祸。韩律师，对我来说，到底参没参选，真的是个小事。如何保住德智所，这才是让我最头疼的。我是德智所的律师，我姓肖。我的当事人呢和贵司股东之一的严培旭先生之间呀存在一笔个人债务纠纷，我的当事人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为了确保诉讼标的的最终给付呢，我的当事人申请了诉讼保全，需要查封严先生名下的房产。在查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套房产上设置了他项权利。严先生用这套房产做抵押申请了商业贷款，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涉及一些轮候问题。法院要求我们对每一个环节都进行核实。我们也去了京港银行确认了这笔贷款的存在，它的用途呢是作为贵司的一笔经营债务。其实就算查封账户也没用，那笔钱严老先生第2天就转走了。贷款是真实存在的。是的，严培旭以股东身份申请经营贷，到账之后就立刻以现金的方式提走了。他是怎么做到的？肯定是财务上耍了什么手段呗。不过我问他有没有收到对方开出的发票时，那个财务有点闪烁其词。现在很多的经济往来当中都是先票后款。那他要是还款前就收到发票了，有什么不能和我说的吗？那看来就是没有收到，或者说压根就没还款。想要彻底弄清楚这部分，咱们只能到债主那儿接着演。你在这儿我还能忽悠忽悠，到债主那头纯靠演戏估计悬。那你说怎么办？除非冒充银行的信贷监管。这不还是演吗？不懂，这叫 cosplay。哎喂，喂，老乔，向阳刑侦支队要我去配合他们的询问，说是昨天晚上韩律师的咖啡厅出事儿了。你有没有什么要叮嘱我的？你已经到了？我在路上呢。那你到了等等我，我马上来。好。啊？汤初被你哥那边叫去询问了，我得去趟向阳支队。哎，同去吧，我也得配合调查。主任，我陪樊总的儿子接受过公安的询问调查了，没他什么事儿，您放心。不过，好像是韩律师出了点什么事儿。情况我大概知道，你这几天让樊总他们有任何情况都要第一时间通知你。丁景那小子，除了让他最近别惹事儿以外，昨天晚上的情况，别让他向外透露。来请我喝茶了吧？说起来真是巧啊！昨天我刚放下电话，我那边单子就出状况了，担保公司金港，巧不巧？金港哪家担保公司啊？需要我帮忙吗？不用不用，我那都是小事儿。哎，
你那边提讯进行的怎么样？我听说金港出了个大案子，有2个小混混为了讨账，把人给关在笼子里，踹水里去了，有这事吗？师傅，你应该知道的。知道。哎呀，这离开院里好几年了，还是这习惯。你不说，我不问了啊。很谨慎。我要是中支管理局的，我现在就跟小子分房。不说这些了，你今天要没有什么安排，喝完茶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哎呀，您别说，我今儿啊还真有点事儿。再说了，我出差也不能喝酒啊，这话还是您教我的。人走茶凉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小子也学得这么跟我说话了。从我知道金港的担保公司从不接受私企反担保开始。陆南，我大老远的跑来，紧赶慢赶的，都是为你好。有人跟我反映，说你们办案人员手伸得太长了。我早就跟你讲过，在咱们法律圈，你不知道哪块云彩下雨。要是真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什么后果？谁找的您？您让他自己来找我。师傅，我堵您的嘴啊，才是为您好。要不然等您把话都拖出来，我可能就只能办你了。踏踏实实挣钱，该买房买房，该买车买车，这不香吗？哎呀，时间差不多了，我还有事儿。等回北京啊，回北京陪您喝酒。这么快，老马一定很不开心。能全身而退，他就偷着乐吧。哎，说向阳支队找到李良的车了，而且从车内起获了300多的摇头丸和大量现金。老马好办啊，但是这事儿可能还不算完。会有人盯上你？那这人可算踢铁饼上了。输赢还不好说，不过就算这把牌我跑不了，好歹先把炸弹给扔了。走吧。真是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麻烦了。没事。我当时真是慌了。那个受伤那人现在住哪个医院啊？我不行，哪天我去看看他去。你这属于见义勇为。哎呀，不过要我说啊，韩律师，以后得策略点儿。你像这种事儿，你就直接报警。虽说咱都大老爷们儿吧，但你没经过专业训练，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多不值得。我这不也第一次碰上吗？真慌了。行，那我就不送你了。哎，谢谢啊。好。这是乔律师被投诉的听证材料，包括我写的一些申辩意见，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如果有可能，作为米耶格的代理律师，你也出一下你的意见，弄完之后送去律协吧。好，知道了。这个里边怎么还有你的监管问题？乔律师当时被拘留调查，案子本来就是我派给你的。要真是他出来之后还私下传通对方代理人，我肯定有监管不力的责任。那我的材料怎么写？就按你正常代理行为做陈述就好。你是无名小卒，怎么写不重要。一个领导，一个案外同事承担了责任，我这个代理律师反倒没事。责任这东西，你下次再争取吧。
可算是出来了，给我担心坏了，受委屈了。韩律师，韩律师回来了。韩律师回来了。韩律师好。好。哎。肖律师，等我一会儿啊。好。韩律师，我都听说了，谢谢。哎呦，您别这么说，主要还是乔律师。我知道乔律师也有参与，可他恐怕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人情我领了。肖律师以后再到我店里，不许花钱。公安呢，虽然把事实查清了，网上确实还有很多人在骂，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勒庞的书我也看过，少上网就是。忙你的吧。好嘞。宗飞，什么人？是我们海港辖区的吗？那我不清楚，但邹亮的案子总归你们管吧？没错，那案子是归我们队查。哎，你们有认真查吗？公安和法院是一样的，都是在职权和管辖范围内进行。要我们出司法建议书吗？啊？你知道的，在我们审理案件的时候，如果遇到影响案件复核但又不属于我们法院管辖的问题时候，我们可以依据司法建议权向有关机构出具司法建议书。嘿嘿，没必要搞那么麻烦吧？宗飞是吧？我就跟领导反映啊，保证啊。哎，小赵，找我是吧？对。这有点太敷衍了吧？他压根没让咱们掌握宗飞什么情况。人家有纪律，这不算是敷衍。赵新成真是那个意思吗？万一他就是敷衍咱们呢？你有点边界感好不好啊？尤其是干咱们这行，边界就意味着全责。你先别说教我，要不要咱们赶紧去跟肖厂说一声？这案子的任何人和事儿都不归向阳管啊。王博老婆就羁押在向阳呢。你咋不说他儿子还在柬埔寨留学啊？啊，他儿子在柬埔寨？我就是打个比方好吧。这些人都不是咱们复核案件的涉案当事人，就算他们被羁押，也不是因为咱们复核案件的案由。可大家都是刑事司法体系一份子，这时候分这么清楚，这事儿摆明了是有很强关联性的。反正我是干了这么多年，规矩我都懂。上有老下有小，对面还坐着个大领导，我是不敢胡来啊。这事儿里面，宗飞肯定是个关键人物。对，但是这事儿不归你管。田培旭的资金贷款流向也很可疑。说不好，而且这事儿还真不归你管。那对脱线律师现在调查的方向都是对的，而且很有可能他们手里掌握了重要的线索。也许吧，你别跟这俩人瞎掺和。是别跟他们掺和，还是真别跟他们掺和？靠边停车。我们一人去哪，南哥？注意安全啊！你好，交一下材料。怎么，还在努力？这就是你要成为的人吗？
你觉得你能够帮到某个人，救到某个人，能够挽回某件事，探寻到什么真相？为了任何能自洽的正义目标，不惜跨越规则，就为了完成自我感动。要是说践踏规则这事儿，任何人在年老面前那都是班门弄斧。你看错我了，我从来没有践踏过规则，恰恰相反，我在建立秩序。只有在秩序之下，才能振兴这个行业，才能帮到很多人，救下很多人。那我就有点没搞明白了，就这丰功伟业的还不够您忙活，天天还有闲工夫在这构陷巧巧听。是他一直在针对我。那现在不止他一个了。你有一个哥哥在向阳刑侦支队，没错吧？从王博爱人到韩冰那件事儿，里里外外都是他在办。程序法里好像有什么相关规定，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但是他这么粗心大意，就算外面没人说，内部也得有人管吧？你想怎样？你说过的，你还有选择。张正退选，你交了吧？我哪有资格教主任怎么做呀？多事之秋，大概主任有他自己的考量。我不管你们那些破事儿，韩律师，你这次能够平安无事呢，主要是公安机关找到的关键物证。当然了，肖律师呢也出了很大的力气，还遭遇到了一些危险。是，我知道，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激。我就是来找你要回报的。肖律师呢跟我是搭档，你欠他的人情，我来替他跟你讨。没问题，只要我能办得到。左亮遇害那晚，在我抵达现场1小时之前，自他停车的江州银行门口周围2公里内，交通、安防、民防所有的监控录像我都要。肖律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要的这些，我不仅没有任何权利调取，相关机构也不可能泄露，这根本办不到。这就是那晚出事的地方吗？那天晚上天太黑，我没什么印象。这离你店门口也就不到100米，只有这一片区域呢是监控盲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其中，而你呢，还在监控画面里。乔律师，你这么说什么意思？你那晚保护过毛毛？是。他跟我说那个小伙子有可能要引诱他吸毒，所以我赶紧让他先走了。不是那会儿，是更早的时候。来，准备好了，15、20、20。来，15、25。15、25。15、25。不好意思，收拾一下。快啊！15、20、15。哎呀，小邹，来，过来收拾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最终你还是不肯放过李良，可能是因为你真的很讨厌毒品，又或者是说你无法容忍有人在你店里搞事情。正当防卫，有可能，反正监控没拍到，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发生了防卫挑衅。我真的想不通你为什么会这么看我。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当然，你和肖律师的人情我肯定会记得，只是你确定要这么做？尽快找来。
哎，你是不是接到挪车电话了？挪车？没有啊。也对，我才是车主。没事没事。哎，一会儿你要是接到那挪车电话，你不用管，我的车被套牌了，好像就你开那辆。我非逮着这孙子不可。哎，你别冲动啊，你找着之后打122报警。妹妹，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吧？我打的。那孙子的车呢？套着牌那个。没车也没套牌，我打电话就为了把你翻过来。站住！又没人埋伏，你心虚什么呀？哼，你这姑娘真逗，是不是中午吃水果吃多了齁着了？啊？哎呦，法院呢？是不是可以协助一下我们的工作啊？您这是刑事审判庭的大姐，刑事，我怎么协助你？你怎么帮你那个好基友呢？给我们也招风抓个药呗。哟，我这儿今天可比所里热闹。不是因为免单，因为我辣酱吃完了。保证供应。我第一次感觉到被人威胁有多么恶心。邝北平，你怎么知道？尽管我想不出来还有谁能够威胁到你，但只要有，你8、9成都会去找乔律师。现在跑到我这儿来生闷气，那只能说明你怕告诉他了之后，让他替你担心吧。总之呢，我是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来也巧，今天也有人威胁我，还是借你的人情。乔律师吗？他为什么要威胁你？乔二良，乔二良，你给我出来！尊重一下人家嘛。你能不能在乎一下人家窝尿的人的感受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能怎么办呀？去邹亮家里头翻个底儿调，找金条。如果真的是有这段录音的话，那将是扳倒邝北平的决定性证据。你现在要搞清楚，你到底是要扳倒邝北平，还是查清邹亮的死因，还是找出朱红的下落？这俩其实是一件事儿啊。不是朱红的下落首当其冲，这才是我们的工作。如果你说严培旭那笔银行的贷款流向可能和朱红有关，这我认。但是邝北平和邹亮之间到底有什么可能和朱红没有直接关联？如果这个线索查不下去，就别跟进其他线索了，你越界了。照你这么说，我俩都不是第一次越界。是我们都不是第一次越界，但是你之前说过相对公平，我们之前一直在追寻的是这个相对公平，不是像现在这样连底线都放弃。不是，肖律师，我是不管你为了什么，如果遇到阻碍就寻求非法手段，那你找韩律师干嘛？找邝北平不是更好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认定的黑的也能洗白，不可能的也能实现。可是你当法律不存在吗？我真的崇拜过你。看来到此为止了。我以为你是不会变的。喂，美女，大姐，江湖救急。金叶。对，江湖救急。怎么了？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我这备胎，听官方的回答，官方的回答。我俩偶遇，他非说要请我吃什么海鲜喝气泡水，说这儿的海鲜特新鲜，你们坐啊，一起吃点。这个气泡水海鲜都不长肉。这户外景观大卡座，除了物美价廉，还有什么别的妙处？你们俩上回找完我之后，派几个兄弟在这儿蹲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宗飞的主业就是专门低价收购境外赌博公司的债权。当然，仅限欠债的在金港之内，把这些债权收回来，大家钱一分，就有点像那个不良资产处置。对，有点那个不良资产处置那意思啊。那你俩在这蹲谁呢？啊，这么回事儿。这最近啊，这外城的码头啊，人人皆知，有一个搞海运的老梁在网上玩百家乐，欠了大几百万，4艘船，一个厂房，都抵进去了。不出意外，这笔单肯定是宗飞来抄底。我这么问吧，那这位方法官为什么会和你在这儿啊？这姑娘，法官大人非得问我在哪片替你找宗飞，我说西滨港啊。他说这宗飞最应该出现在什么地方？我说船厂啊。然后他就买了这些东西，那我就吃呗。所以你认定宗飞肯定会来这儿？关键是这笔账的数太大了，而且这外城码头这本身就是他地盘，他应该会亲自来收这笔账。我猜测啊，你们明断。逻辑缜密，果然是聪明绝顶。我是赵新成，正在除暴安良，出了副本就回电，不回就是捐躯了。现在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你们谁认识宗飞吗？或者说谁知道他长什么样？那就算他来给我们上菜，认不出来也没用啊。为什么跟着我？也能搞清楚谁在威胁谁。干什么呢？别往那边看。穿花衬衣、小矮个儿领头那个，他跟贩毒的有关联。之前就是他用刀威胁肖律师来的。快点！有熟人这事儿。什么？这船厂码头一般都有3、5伙人，余杭没准儿也有6家主理。可这摇头丸、托拉斯，这肯定是只有一伙人，要不然非得打出狗头来不可。这家伙要是跟贩毒的有关系，那肯定跟宗飞是一道的。那你自己能搞定吗？拜托，不是所有的光头都是超人好吗？我能对付2个，你们俩怎么样？那还能怎么样啊？报警啊！报警？你说什么？人家又没打又没杀他。肯定是非法催收啊！这么多人，要不然就使用暴力手段，要不然就以暴力手段相威胁。你相信老梁会在公安面前承认自己欠赌债的事儿吗？怎么还不报警？说好的底线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来这儿干嘛。
如果宗飞没有出现，我们就报警了，会不会打草惊蛇？别赶了！哎，老板娘，老什么老板娘？别赶！去告诉他们，你们在这盯着那帮马仔，要是什么情况的话，给我打电话，我可不想被卷后包夹。我跟你一块儿去。我这就3个人，这一群呢，你好歹假仗一下。这事没得商量，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你走我后面啊。哎，那我，哎，哎，有你们这么跟踪的吗？大大方方的不行吗？就你们这样，分分钟能被人发现。我先过去探探虚实。哎，如果情况不妙，立刻报警。阿伯嘞，阿伯嘞。哎，谁呀？你管我谁呢？宗飞在哪儿？我要见他。周一哥，什么事？他卖的货把我一哥们儿给抽死了，你说什么事儿？快点，让他进来。他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啊？让他成了，肯定有情况。那咱们报警吧。从判决结果来看，没什么问题啊。朱红并没有死。
求求你，求求！哎，董南，什么情况？阿良，话说一半，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信号不太好，我马上就到啊。怎么样？你没事吧？啊？我们没事，没事，小宝贝没事啊。哎，这边是南京环城公路，从南向北方向有6辆车的事故，你们赶紧派救护车过来。对，有人员受伤，还有救火车。北京时间上午的8点50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京环城高速由南向北滨海出口附近。我身后发生了一起多车连环追尾的重大交通事故。我们可以看到现场非常的紧急，目前警察、消防、救护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现场救助。我知道，我理解，你们的情绪我都理解，但你们听我说，好，我知道，你们。您是？你好，最高院刑庭的鲁南，你们无队叫我过来的。您受伤了？啊，没事。别激动，我别了。好，我知道，哎，吴队你好，我是我，抱歉让你久等啊。铁路上请等。好。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不会吧？我第一次到南京。带卢法官去会议室。行，这边请。哎，卢法官。好。你们副庭在会议室啊，我处理一下就来。知道了。副庭，不好意思啊，我这是江州行政支队的乔政委。哦，您好，最高院刑庭鲁南。你好。吴队这回有事儿，他一会儿过来。哦，我刚才碰见吴队了，门口有几个被害人家属在围堵律师，他去处理一下。啊。您看我是在这儿跟您汇报。金港的案子不急，你先看看这案子。这是怎么个意思啊？今天把你叫来南京，除了汇报案子，就为……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你们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法律是要走程序的。程序？我姐姐都走了9年了。9年了，你们年迈成熟，都没有个说法。法院已经做出了判决，死刑是需要走复核程序的，好吧？请你们再等一等，法律一定会还你们公道。我们等不了了，必须要严惩凶手。你们要法律一定会还你们公道的。对。你们先回去好吗？请相信法律啊！相信法律。您好，这里是4星区交通支队，刚才是您在滨海出口报的警吧？啊，是我。怎么称呼？鲁南。哦，是这样，我们要麻烦您来支队做个笔录，协助我们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现场情况。如果您有受伤或者经济损失的话，也好一并处理。啊，这样，我现在这边有个比较着急的工作要处理，等我处理完了，我尽快赶过去，好吧？不是你这刚到，要急着去哪儿啊？我还能去哪儿啊？晚上我得去上海赶车去金港啊！领导，您赶紧让我给您汇报金港那边案子的情况吧，我顺便报告就行。不，
你先听我说，金港的案子不着急，回头再说。这边有个案子需要你协助一下。怎么？有什么棘手的问题吗？这是咱们庭承办的另一起死刑复核案件，案情虽然牵扯到南京和江州2个城市，倒也谈不上有多复杂。这样，你一会儿把案卷看一下。啊。哦，等等，那个去趟洗手间，照照镜子，收拾一下自己，拿点下管最高院的法官。好，出门左拐。哎。不对，不对，不对！你又来干什么？还嫌不够乱啊？田阳的案子，田阳的案子已经到了死刑复核的阶段，我们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你要是有任何的疑问，走程序上报。哎，久等了。哦，你先看看案卷。哎，有什么疑问，乔政委也能向你解释。哦，9年前的案子啊。对，9年前，在我市汉江区接到一起失踪报案，失踪人刘凤军于5月9日下午离开家后失联。根据家属提供的信息，刘凤军失踪当天携带了人民币10万元，打算去吴越广场换汇的集散地，私下换一些美元。根据这一线索，辖区民警多方摸排，通过走访得知，在下午的5点多，吴越广场绿豆汤摊子曾见到刘凤军随一男一女自广场离开。刘凤军遇害以后还被分尸了。第一部分尸块是在她丈夫报案后1周，也就是5月16日，在汉江西区跨海大桥下的浅滩区发现的。此后近1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又先后在汉江区和雁江区都发现了尸块。初步推断，应当是一起财产动机的故意杀人案，而嫌疑人很可能是以换汇名义将刘凤军带离吴越广场的一男一女。杀人和分尸用的同一把刀，而且这把刀还出现在另外一起刑事案件。说起来，这把凶器的发现时间甚至要早于确认刘凤军遇害的时间。5月11日。在汉江金汇夜总会附近，有2伙年轻人因为在夜总会发生摩擦，爆发了冲突，双方一路追打。其中一名男青年在路边的垃圾桶里捡到了这把猎刀，并用这把猎刀捅伤了对方一人。走了，杀人了！哎！警察及时赶到，把两边的人都抓了。这没有护手的刀，就是容易伤了自己。这刀上一共提取了5个人的 DNA。当我们把被害人刘凤军的 DNA 信息录入到信息库后，立刻就跳出了这个比对结果。我们才知道，原来凶器早就被起获了。伤人者的血留在了刀上被害人的血。刘凤军的 DNA， 田阳的 DNA， 还有一个不明身份者的 DNA。很幸运，在这把凶器残留的白细胞中，我们都提取到了 DNA， 其中有2组是与被害人刘凤军以及被告人田阳相吻合的。看来你对这案子挺了解啊，我也甭翻了，干脆你给我讲讲算了。之后的情况我更了解。还是我来说吧。当时虽然从凶器上提取到了 DNA， 但是被告人田阳还有李梦琪并没有犯罪前科，也没有 DNA 存档。再加上吴越广场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大，排查起来十分困难。江州警方始终没有能够确定凶手的身份，导致这个案件一拖就是9年。直到今年年初，我市经侦人员对于本市的斯塔瑞进出口贸易公司涉嫌贿赂海关人员
对董事长田阳采取了强制性措施。田阳被羁押之后，他的指纹、脚印还有 DNA 信息，我们都按照流程采样，并且录入了公安部的信息库。这不到1个小时，对比结果就出来了。主办室电脑警报响得满楼道都听得见。命案优先，这个案子当天就交到了我的手上。田阳就是9年以前在江州杀害刘凤军，并且将其肢解抛尸的人。之一，我看他还有个同案李梦琪。但是判决没他，还是人没抓着吗？就是因为李梦琪，你们老大才会来南京。哟，杨哥，这晚还忙着呢。这个吴队是您的？我发小，一起在审计局大院长大。她第一任老公是我大学同学，现在的老公是我法官进修学院的同期。哦，不，您这可是公事私事一起抓。甭瞎打听这些啊！总之，这案子在张涛手里复核了好几个月了，该提讯也提讯了，各阶段的证据全核实过，走访也基本完成了。我跟吴队沟通过这个案情，都认为对于这个案子，要慎重、慎重再慎重，不要紧赶着让这个田阳去死。刚才吴队他们不也不说了吗？这个李梦琪8年前结婚，1年之后就失踪了，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跟我在金港复核的那个案子倒是有点像。咱们有句词儿叫做另案处理。怎么个另案处理？我是说，甭管这个李梦琪归不归案，他都不会影响对田阳的刑罚执行。还真不好说。从玉成开始，到张涛复核过程中提讯，这个田阳什么都认，只有一点，他坚称将被害人刘凤军带回他们租住的地方后，是李梦琪临时起意持刀杀人，他只是协助李梦琪分尸和抛尸。就这一点上啊，如果有李梦琪的口供来印证，自然是更完全。完全不完全的，也不会改变田阳的故意杀人罪。师傅，我马上过来，稍等啊。李梦琪怎么就突然失踪了呢？你能不能仔细的看看案卷？首先，吴越广场的目击证人证实，刘凤军是跟着一男一女离开的。其次，审讯田阳的时候，他准确地说出了李梦琪的各种身份信息。江州刑侦支队先后进行过3次照片指认，每次他都能够准确无误地从几十张照片中指认出李梦琪。第三，李梦琪结婚前曾混迹多处娱乐场所。江州警方找到了2名那一时期跟他相识的歌厅小姐，虽然时隔太久，他们无法明确地指认田阳，但却透露出李梦琪当时租住的地方，恰好就是田阳杀人分尸的那个筒子楼。那筒子楼现在还在吗？你说呢？9年了，对，早就推平盖写字楼了。都9年了，您觉得我现在还能做点什么？这案子不是张涛负责吗？哎，他人呢？哦，他跟乔治啊。哎，领导，您在。他跟乔治现在也在江州，也在调查核实李梦琪的相关情况。哎，领导，您先别着急走，您得给我指条道啊！我就这几个小时，您让我到哪儿去给您找李梦琪去？鼻子底下是什么？吴队和乔正都在，自己去问去。那2位你也看到了，他明显就不对付呀，这说话都夹枪带棒的。你尽量配合就好，这是他们公安主导的案件调查，人家内部有什么分歧，不关你事，你别在这推三阻四的。你别忘了，你金港的案子要组合议庭吧？你算上方圆，你还差一个，到时候你可别来求我。啊，领导，咱一码归一码啊，您可不能拿金港的案子来要挟我。你说什么呢？什么叫要挟？我还不能给你布置任务了。这2边都是咱们的案子，需要分那么清吗？不是，领导。行了，抓紧时间啊，别耽误事了。去核实一下李梦琪的情况。别啰嗦了，赶紧去干活去。哦，对了，别以为我没问你就不知道了。你是遇上车祸了吗？受伤了没有？我是说除了脸上。我没事儿。赶紧换身，干净的啊，注意形象。好了，走吧。
法官，法官，哎，法官您好。啊，你是刚才那个？是的，是的。我是田阳的律师，我姓冉，叫冉森。哦，你好，你有什么事吗？我知道您是最高院的，是不是跟我当事人的死刑复核有关？我不是想替田阳喊冤啊，但刘凤军真的不是他亲手杀的。对不起，这个案子不归我负责。那个，你是律师，你应该懂规矩。这案件是张法官承办的没错，但我向您反映情况也不违反规定啊。而且我认为，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上，本市公安人为架设了很多障碍。那你应该去找督察或者纪委，懂吗？李梦琪只要一天没有归案，就不能确认是田阳实施的谋杀。如果是执行死刑之后才将李梦琪抓到，就只能听他的一面之词了，这样对田阳很不公平。这话你刚才怎么不跟死者家属说去啊？吴汉副队长知道李梦琪的下落。哎，最高院这哥们儿，怎么刚来就跟田阳律师搞到一块儿去了？卢法官，您看您想吃点什么？随便。那我就看着点了啊。哎，麻烦给我拿一下这个。来，您拿。这个多少钱一个？好了，给你了啊。谢谢啊。也不知道您爱吃什么，我就胡乱点了点。都行。是。嗯。谢谢。你刚才说，吴队知道李梦琪的下落，什么意思啊？据我调查了解，田阳和李梦琪其实一直没有分开。虽然后来在江州，李梦琪傍上了大款，但最终还是追随田阳来了南京。是吗？那我八卦一下，既然这个李梦琪都已经追随到南京了，那为什么田阳又娶了别人呢？因为李梦琪在南京见不得光。什么意思啊？田阳来到南京之后，成立了斯塔瑞进出口贸易公司，但短短几年，斯塔瑞就成了南京排名前10的纳税大户。说这些全靠进出口生鲜，您信吗？你把话别说一半啊！既然已经说了，就把你知道的说说呗。我是斯塔瑞的法务，虽然财务记录我看不到，但我一直怀疑，除了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外，公司在暗地里同时境外走私。那你怎么不把这些跟相关部门反映呢？第一，我没有实证；第二，我端的是公司的饭碗。所以你老板被抓了以后，你就变成了他的刑事辩护律师。田阳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当事人，不管是职业属性还是私心，他的个人权益都应当是我放在首位的。那田阳公司帮这个走私集团洗钱，他跟李梦琪是什么关系呢？南京最大的走私团伙基本上控制了东江港和北坞，也就是2个最大的口岸。据说这个团伙的头是个女的，所以我会觉得李梦琪在南京见不得光。李梦琪是个女的没错，但总不能是个女的就是李梦琪吧？当然不是。哎，谢谢。虽然我觉得这个走私团伙的头目是李梦琪无凭无据，但这起码算是一个方向吧。我多次向警方反映，他们完全不理会。我甚至当面向吴队强调过这个调查方向，可他给我的回复是，与本案无关。等会儿，你之前可是说吴队知道李梦琪的下落，但是你现在这个意思，感觉你好像是在跟我暗示，
这个南京刑侦支队的副队长是本地最大走私集团的保护伞啊。咱们的人正在赶往医院确认身份。放大，再放大。吴队到底是什么人，我不好断言。但田阳宁可接受死刑的判决结果，也从未提起这个走私团伙一个字儿。走私也好，洗钱也罢，总不可能比故意杀人更严重吧？田阳宁死也要保护的女人，您觉得最有可能是谁？所以你认为吴队对这件事情选择性失明，是担心？假设，我是说假设啊，这个走私团伙的头就是李梦琪。只是走私的话，不涉枪涉毒，总不会是死罪吧？可如果有别的死刑罪名缠身，那我想他不会顾及再把谁供出来。田阳的案子已经到了死刑复核的阶段，我们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你要是有任何的疑问，走程序上报。你的这套逻辑啊，不能说是口语不通，不好意思啊，我话说的有点过，但确实是有点牵强。而且我刚跟你说了，我不是这个案子的承办人。不管您是不是这个案件的承办人，但我知道您是外来的，您不会受南京各方势力的影响。不管这个田阳他该不该死，但是我觉得啊，有你给他做律师，这都是他的幸运。哎，这个江州来的乔政委，你认识吗？凶杀案发生在江州，乔正是江州方面这个案件的负责人，他对这个案子格外上心，常跑来南京。因为我是斯塔瑞公司的法务，所以也询问过我几次。所以你对李梦琪的猜测，你也都跟他说过。乔正其实还是很认可，他对李梦琪这个人很关注，很多关于李梦琪的重要信息都是他带。那乔正怎么看吴队啊？我没敢在他面前加个微信。好。我想你。